末世第3个月，我快饿死了。男友陈阳拿着我最后半包饼干，头也不回地上了另一个女人的车。临走前，他把一个空泡面盒丢在我脚边，像打发一条狗。苏然，别怪我，你的异能是刷新，有什么用？刷新空气吗？跟着你只会饿死。我抱着空空如也的泡面盒，蜷缩在废弃的便利店角落，绝望中，我盯着那只空盒子，脑子里疯狂地闪过一个念头：刷新。下一秒，一股浓郁的红烧牛肉味猛地炸开，撕开的包装下是码得整整齐齐的面饼和3包调料。我愣住了，原来我的异能不是刷新空气，是刷新万物。我叫苏冉，觉醒的是 F 级刷新异能，在异能定生死的末世 ，F 级就是废物。陈阳是1级力量强化，至少能砍丧尸，而我的刷新在所有人眼里都是笑话。异能者手册写着，刷新可刷新半径1米内，体积不超过1立方米的指定非生命物体，使其恢复到某一初始状态，冷却时间10秒。可我刷新书本还是书本，刷新脏抹布还是脏抹布，最终我被男友抛弃。陈阳开车离开时，车里传来嘲笑：浩哥，你那个女朋友的异能真是绝了，刷新，她能刷新出一支军队来吗？别提了，慧琪，还是跟着丽姐你靠谱。丽姐可是地级火焰操控。我没哭，死死抱着那个空泡面盒，直到红烧牛肉味将我唤醒。我终于明白，所谓恢复到某一初始状态，不是恢复到它上一秒的状态，而是恢复到它出厂时的初始状态。空泡面盒的初始状态就是完整的泡面，便利店货架上的空包装的都是宝藏。我爬到2楼仓库，用货架抵上门，反复刷新空泡面盒，10分钟就堆起60盒泡面。我又刷新空矿泉水瓶，得到满瓶纯净水，刷新空急救包外壳，得到满1包药品、食物、水、药品，我应有尽有。接下来3天，我关在仓库疯狂刷新，攒下几大箱食物、饮料，还有上百节电池、崭新的手电筒和满罐燃气。用卡斯炉煮好泡面，我一边哭一边吃。这是末世以来最安心的一顿。一直躲在这里不安全，我必须找个更稳妥的据点，还要找武器。我打包好物资，握紧刷新锋利的水果刀，准备上路。我的目标是蓝湾小区，爸妈的房子在那里。末世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离开便利店很顺利，我靠后向地形避开丧尸，偶尔用刷新的满罐可乐砸蒙落单丧尸，再用水果刀解决。离开便利店的过程有惊无险。我的目标是城西的蓝湾小区，那里是本市有名的高档住宅区，安保系统完善，围墙又高又厚，在末世初期应该能抵挡一阵。更重要的是，我父母的房子就在那里。末世降临时，我正在学校，和父母失去了联系，活下去找到他们是我唯一的执念。前往蓝湾小区的路途比我想象的更艰难，城市彻底瘫痪，主干道全是废弃车辆，我只能徒步。一路上，我见到了太多人间惨剧，我只能越发谨慎，把自己藏在阴影里，不敢暴露背包里的物资。第3天黄昏，我到了蓝湾小区外围，这里铁门紧闭，戒备森严，显然是幸存者据点。我把大部分物资藏在隐蔽下水道，只留2瓶水和1包饼干，装作逃难者走向大门。站住！什么人？我是这里的住户，我叫苏然，我家在17栋。上面的人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用对讲机核实。片刻后，铁门打开，一个拿着钢管、面色警惕的男人走了出来。身份证。我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身份证递过去，他核对了一下，又上下打量我。就你一个人，你的物资呢？路上都被抢了，只剩下这点吃的了。男人皱了皱眉，似乎有些不信，但在我瘦弱的身板和可怜兮兮的模样面前，终究还是放松了警惕。进来吧，但记住小区的规矩，所有新来的人都必须上交1半的物资，然后统一分配。我心头一紧，幸好我早有准备，我乖巧的点点头，将1瓶水和半包饼干递了过去。男人接过东西，眼神里闪过一丝不屑，但还是挥挥手让我进去了。走进蓝湾小区，里面的景象让我稍稍松了口气。虽然气氛依旧紧张，但至少有了秩序。小区里有巡逻队，也有加固的防御，妇女孩子被安置在会所，还算有秩序。登记大妈告诉我，小区由前物业经理强哥管理，他觉醒土系异能，组织了护卫队住户，按贡献度领食物。我以身体虚弱为由，没加入任何队伍，直奔17栋。家门口的防盗门被暴力破开，屋里一片狼藉。爸妈不在，只有淡淡的灰尘和地上的挣扎痕迹，没有血迹。我瘫坐在地上，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他们。就在我失魂落魄时，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哟，这里还有个漏网之鱼。我抬头看到2个男人堵在门口，为首的那个我认得他，他是登记处那个强哥手下的小头目，叫蝎子。小妹妹一个人，你家的户主前几天可是欠了我们强哥不少贡献点，被赶出去了。这房子现在归我们了。你们把我爸妈怎么样了？赶出去而已。末世里没能力的人就是这个下场。不过嘛，看你这模样，倒是还有点用处。要是你肯乖乖听话，以后安分的待在我们身边，我们倒是可以考虑让你留下来。
另一个男人发出猥琐的笑声，一步步向我逼近。我抓起身边的椅子，吼道：“别过来！强哥说了，小区里不准乱来。”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蝎子笑得更加猖狂。强哥现在正忙着跟隔壁工业园区的刀疤脸抢地盘，哪有空管我？等他回来，生米都煮成熟饭了，他还能为了你一个新人罚我们不成？绝望涌上心头，我还是太天真了，以为这里是安全的避风港，原来这里也一样，弱肉强食。我推到墙角，手摸向背包侧带的水果刀。就在这时，一个清冷的声音传来：“住手！”蝎子看清来人，瞬间谄媚：“陈队，怎么是您啊？”来人是护卫队历任小队队长历程，退伍军人，精细异能。他手里提着一把唐刀，他身后还跟着几个同样气息彪悍的队员。历程没有理会蝎子，目光落在我身上，淡淡的问：“怎么回事？”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连忙说道：“他们想欺负我。”蝎子脸色一变，急忙辩解：“陈队，你别听他胡说，真不是那样，是他父母欠了贡献点，我们只是按规矩来收房子，没别的意思。”历程的目光扫过地上被我抓得死死的椅子，眼神冷了几分。收房子需要2个人一起，还需要把门堵上。蝎子额头渗出冷汗，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滚！是。蝎子如蒙大赦，拉着同伙屁滚尿流的跑了。历程看着我，眉头微皱：“你是新来的，叫什么？”苏然。以后离那帮人远点。他说完转身就要走，我急忙叫住他：“等等，陈队长，你知道我爸妈被赶去哪里了吗？他们叫苏明和刘芳。”历程想了想，有点印象。强哥把所有没有异能又做不了重活的老弱病残都赶到了小区北门外的废弃工厂，美其名曰自生自灭。我的心猛地一揪，废弃工厂那种地方没有食物，没有保护，跟等死有什么区别？谢谢你，陈队长。我咬着牙对他鞠了一躬。历程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带着他的人离开了。等他们走后，我立刻关上门。我必须去废弃工厂找爸妈，但现在需要武器。我吞下一块巧克力补充体力，目光落在地上蝎子留下的锈钢管上，刷新。光芒一闪，崭新的钢管出现在我手中。我又找到爸爸收藏的户外求生工具，工兵铲、求生斧和匕首都有些钝。我接连默念3声刷新，3件工具瞬间变得锋利无比。夜幕降临，我趁着巡逻队换防，用刷新的绳索翻过北门围墙，朝着远处的废弃工厂摸去。工厂门口聚集着10几只丧尸，正疯狂撞门，门内隐约有哭喊。我扔石头吸引丧尸注意力，甩出油绳，将登山铐卡在工厂侧窗沿上，顺着绳子向上攀爬。就在快要爬到窗口时，一只丧尸发现了我，嘶吼着冲过来。我心头一紧，手脚并用，飞快地爬进窗户，翻身进入工厂内部。我立刻抽出工兵铲，警惕地看着窗口，丧尸在下面急得团团转，却爬不上来。我松了口气，转身打量工厂内部。工厂车间里光线昏暗，到处都是生锈机器。我循着哭声走到角落，几十个老弱幸存者蜷缩在那里。我一眼就看到了爸妈。素然，爸，一家3口紧紧抱在一起，但很快，一个不和谐的声音打破了这温情的一幕。喂，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一个脸上有一道刀疤的男人站了出来，他身后跟着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显然是这里的头头，正是蓝湾小区那帮人口中的刀疤脸。他盯着我身后鼓鼓囊囊的背包，眼神贪婪。小姑娘挺有本事啊，能一个人跑到这儿来。背包里装的什么？拿出来给大家看看。我将父母护在身后，冷冷地看着他。这是我的东西。你的东西？哼！刀疤脸嗤笑一声，在这里就没有谁的东西，只有我的东西。识相的就把包交出来，不然……他晃了晃手里的砍刀，威胁之意不言而喻。他身后的几个混混也围了上来，虎视眈眈。被他们赶到这里的老弱病残们敢怒不敢言，只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我爸急忙把我拉到身后，对刀疤脸陪着笑脸。大哥，我女儿不懂事，别跟她一般见识。她包里就一点吃的，我们都给你，你别为难她，行不行？晚了，老子现在不只要他的包，还要他的人。他话音刚落，就伸手向我抓来，我反手用钢管抽在他手腕上，咔嚓一声，他惨叫着倒在地上。他的手下见状冲上来，我让爸妈退后，握紧钢管迎上去，每一击都对准他们的关节，很快就放倒2个，剩下的人都不敢再上前。刀疤脸捂着断掉的手腕，又惊又怒地看着我。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也是异能者？要么滚，要么死。我一字一句地说道，我的狠力镇住了所有人。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工厂铁门被丧尸撞得巨响，门栓摇摇欲坠，人群瞬间恐慌。刀疤脸顾不上我，
吼着让手下顶门，但丧尸的数量太多了，铁门被撞得严重变形，门栓嘎吱作响，随时可能崩溃。我皱了皱眉，看了一眼那扇铁门，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我脑海中形成。爸妈，一会儿不管听到什么声响，都别乱动，就站在这儿等我。然后我提着钢管，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朝着铁门走了过去。我将手按在了冰冷而锈蚀的门板上，刷新。眨眼间，锈迹斑斑的铁门变得崭新厚重。外面的丧尸再次撞了上来，但这一次，崭新的大门纹丝不动，只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撞门声停歇了。整个车间陷入了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像在看一个怪物。刀疤脸更是张大了嘴巴，连手腕的疼痛都忘了，指着我结结巴巴地说：“你的异能是修复。”修复也对，在他们看来，我刚才那一手确实像是修复。我懒得解释，收回手，冷冷地看着他。实力才是末世里最好的通行证。刀疤脸现在看着我的表情，从一开始的贪婪变成了恐惧。大姐，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一般见识。我没说话，只是走到父母身边，然后我掏出了一盒自热米饭、一根火腿肠，还有一瓶纯净水递给他们。先吃点东西吧，补充点体力。食物的香气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又拿出了2瓶水和几块压缩饼干，递给旁边一个饿得皮包骨头的小女孩。小女孩的妈妈感激的差点给我跪下。做完这一切，我才重新看向刀疤脸。从现在开始，这里我说了算，有意见吗？刀疤脸的脸抽搐了一下，最终他颓然地低下了头。没意见。接管工厂据点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在绝对的实力和无限的物资面前，刀疤脸那点威信不堪一击。我没有赶走他们，末世里人力也是一种资源。我让刀疤脸和他的手下负责守卫、清理丧尸，我提供食物和后勤。每天我假装清点物资，实则在房间里疯狂刷新食物、水、药品，衣物源源不断的出现。幸存者们都对我充满敬畏，以为我有空间异能。有了充足的食物和安全的住所，幸存者们的脸上渐渐有了生气。我把他们组织起来，青壮年负责防御和搜寻，老人和妇女负责后勤和卫生。整个废弃工厂在我的管理下变得井井有条，俨然成了一个小型的幸存者基地。爸妈成了我的得力助手，帮我管理人事和分发物资。他们在人群中重新找回了尊严和价值，精神状态也一天比一天好，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我没忘强哥的仇，也想给大家找个更好的住所。蓝湾小区的防御和环境远比工厂好。1个星期后，我做好准备，刷新出满电电瓶车，崭新防护服和武器，挑选20名强壮队员，带着他们前往蓝湾小区。我们抵达蓝湾小区北门，守卫认出刀疤脸，失笑我们不自量力。我从车上下来，走到前面，去告诉强哥，苏冉回来了。很快，北门被打开了，强哥带着一大帮人走了出来，为首的除了他，还有利刃小队的队长厉成。看到我们精良的装备和物资，眼神贪婪又傲慢。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苏小姐。几天不见，苏小姐这是在哪儿发了笔大财啊？我让刀疤脸抬出1箱压缩饼干，开门见山。我带人住进来，负责提供部分食物，你们负责安全，共同管理小区。小姑娘，你的胃口未免也太大了点儿。我的条件就是这样，不同意，那我们就自己打进去。哈哈哈哈哈哈！打进去！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就凭你们这20几号人，李成，给我好好照顾他们。他一声令下，厉成和他身后的利刃小队齐刷刷地向前一步，一股肃杀之气瞬间弥漫开来。利刃小队是蓝湾小区的王牌，每个人都是身经百战的异能者。我这边的人顿时紧张起来，只有我依旧面不改色。陈队长，你也觉得我们进不去吗？苏小姐，你的实力很强，但蓝湾小区有200名护卫队员，硬闯对你没好处。他的话算是善意的提醒，强哥则得意地笑了起来。听到没有？小姑娘，别给脸不要脸，把你的食物全部交出来。我可以考虑让你和你的父母住进来，当个普通居民。至于你手下这些人，他扫了一眼刀疤脸他们，眼神轻蔑。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这就是他的答案，吞掉我所有的物资，再把我的手下全部赶走，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我笑了，看来是没得谈了。我举起右手，
对准小区最高的30层住宅楼，警告强哥，最后一次机会，让我进去，否则我让这栋楼消失。我的话让现场陷入了一片诡异的寂静，随即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嘲笑声。李成，你听听，这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笑的笑话。立成没有笑，他只是紧紧地盯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凝重。他总觉得我不是在开玩笑。我没有在开玩笑。我收起笑容，脸色冷了下来。数完3声后，发动异能，将范围扩展到极致，对着高楼默念刷新。在数百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那栋高耸入云的30层大楼就那么凭空消失了，原地只剩下一片空空荡荡的地基，所有人的表情都凝固在了脸上。楼呢？这个问题像一颗炸弹，引爆了所有人的理智。强哥的手下们彻底崩溃了，他们丢掉武器，哭喊着四散奔逃，仿佛在躲避什么末日天灾。强哥本人一屁股瘫坐在地上，面如死灰，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引以为傲的200护卫队瞬间土崩瓦解，而历城和他身后的利刃小队虽然没有崩溃，但每个人的脸上也都写满了震撼和惊惧。历城握着唐刀的手在微微颤抖，他看着我，眼神已经完全变了，那不再是看一个有点本事的幸存者，而是在看一尊行走于人间的神奇，或者说魔神。我缓缓放下手，走到瘫软如泥的强哥面前，他抬起头，用看怪物的眼神看着我，身体筛糠般抖动。你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声音冰冷。现在我可以带我的人进去了吗？可以。强哥点头如捣蒜，连滚带爬的让开了路。您请蓝湾小区。不，整个蓝湾都是您的了。我没再理他，转身对着我身后同样陷入呆滞的刀疤脸等人说道：进城。我的队员们这才如梦初醒，他们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狂热的崇拜。他们知道自己的首领很强，但他们从没想过会强到这种地步。抹除一栋大楼，这是何等伟力！跟着这样的首领，何愁不能在末世活下去？我们一行人在蓝湾小区所有人敬畏的目光中，浩浩荡荡地驶入了小区，再也没有人敢阻拦。历城和他利刃小队默默地跟在我们身后，像是在为我们护航。我知道从今天起，蓝湾小区易主了。入主蓝湾小区后，我第一件事就是清算强哥及其核心手下，废除了他们的异能。我的刷新异能在进化之后已经可以作用于生命体，我可以刷新一个人的身体，让他恢复到最健康的状态。自然，我也可以刷新他体内的异能核心，让他恢复到未觉醒时的初始状态。当强哥从一个土系异能者变成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胖子时，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对于历城和利刃小队，我选择了拉拢。我当着历城的面刷新了一把因为战斗而卷刃的唐刀，使其恢复如新，又刷新了一盒快要过期的消炎药，让它变成了刚出厂的药品。历城看着这一切，终于明白了我的能力不是什么空间异能，也不是什么修复，而是一种他无法理解的近乎法则的力量。是你想要什么？他问我，态度很坦诚。我想要的是一个安稳的、有秩序的家，我需要你的帮助。他沉默了很久，最终对我低下了头。利刃小队，从今天起听从您的调遣。收服了利刃小队，我才算真正掌控了蓝湾小区。我重新制定了规则，所有人无论有无异能，只要劳动就能获得食物。我用无限的物资迅速收拢了人心，同时我也用雷霆手段清理了小区里所有的害群之马。蓝湾小区在我的治理下焕然一生机。父母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欣慰和骄傲。基地走上正轨后，我开始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我的异能极限到底在哪里？我找到了一个在战斗中被丧尸抓伤，已经开始变异的护卫队员，所有人都认为他没救了。我遣散了所有人，关上门，发动了异能，一道柔和的白光笼罩了那个队员。几分钟后，他睁开眼睛，茫然地看着我。我看着他手臂上消失的伤口，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我成功了，将他的身体刷新到被感染前的状态，彻底治愈了丧尸病毒。这个发现让我萌生了结束末日的想法，但在此之前，我还有一件私事要了结。我叫来历城。最近有没有一个叫烈火的幸存者团队的消息？摔烈火柴就是当初那个地级火焰操控者丽姐和我的前男友陈阳所在的团队。历城调出地图，
指着城东的一个大型超市，说：“根据情报，他们占据了那里，是城东最大的势力，首领叫无言，低级巅峰的火焰操控者。”就是他们。准备一下，我们明天去拜访一下我们的邻居。第二天，我只带了历城和利刃小队，我们开着一辆被我刷新过的、性能堪比新车的装甲越野，一路横冲直撞，来到了那家大型超市外。超市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坚固的堡垒，墙头上站满了手持武器的守卫。我们的到来立刻引起了他们的警惕。什么人？报上名来！历城探出头，朗声道：“蓝湾基地，苏冉，前来拜访烈火基地的无言首领。”苏冉，墙头上的人显然没听过我的名字，但蓝湾基地的名头他们还是知道的。过了不久，超市的大门打开，一个穿着红色皮衣、身材火辣的女人走了出来，正是那个丽姐。她身后跟着一脸谄媚的陈阳。她看到我，先是一愣，随即脸上露出了毫不掩饰的讥讽和优越感。哎呦，这不是苏冉吗？怎么在外面混不下去了，想来投靠我们烈火？丽姐也上下打量着我，特别是看到我身后的历城和利刃小队时，眼神里闪过一丝忌惮，但更多的是不屑。蓝湾基地没听说过，我们这里不收闲人。看在大家都是幸存者的份上，留下你们的车和物资，然后滚吧。他话说的极其嚣张，在他看来，他地级的火焰操控异能足以让他不惧怕任何人。陈阳更是狐假虎威的附和道：“听见没有？丽姐让你们滚。苏冉，看在往日的情分上，我劝你别不识抬举。现在的你，连给丽姐提鞋都不配。”我看着他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突然笑了。陈阳，你还记得你丢给我的那个空泡面盒吗？陈阳一愣，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提这个。什么泡面盒？不记得了。他不耐烦地挥挥手：“赶紧滚，别在这碍眼。”你不记得，我可记得很清楚。我收起笑容，眼神变冷。今天我就是来让你把它吃下去。你说什么？苏冉，你脑子坏掉了吧？让我吃泡面盒？你凭什么？小妹妹口气倒不小，看来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你们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了。话音刚落，一团炽热的火球在他掌心凝聚，散发出惊人的热量。利刃小队的成员们立刻摆出了防御姿态，只有我和历城依旧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就这点本事吗？我看着他手里的火球，摇了摇头，太弱了。说着，我抬起手，没有光芒，没有声音。丽姐掌心那团熊熊燃烧的火球，就像被风吹灭的蜡烛，噗的一声，凭空熄灭了。丽姐脸上的得意笑容瞬间僵住，她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空空如也的手掌。怎么回事？我的火焰呢？她试图再次凝聚异能，但无论她怎么努力，都无法再催生出一丝一毫的火苗。她引以为傲的地级火焰操控异能消失了。你对我做了什么？丽姐惊恐地指着我，声音尖锐。我没有回答她，只是将目光投向了已经吓傻的陈阳。现在你觉得我凭什么？陈阳的嘴唇哆嗦着，面无人色。他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亲眼看到丽姐那恐怖的火焰异能在我面前无声无息的就失效了，这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恐惧让他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把他带过来，我对历城下令，历城点头，身形一闪，瞬间就出现在陈阳面前。陈阳想跑，但他的一级力量强化，在历城面前就像婴儿一样可笑。他被历城像拎小鸡一样拎到了我面前，丢在地上。苏冉，婉婉，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饶了我吧，我当初也是被猪油蒙了心。陈阳跪在地上，涕泪横流地向我求饶。我看着他这副丑态，心中没有一丝波澜。我从口袋里拿出当初他丢给我的那一个泡面盒，我把它放在了陈阳面前。吃。陈阳看着地上的空纸碗，脸色比死人还难看。婉婉，求求你！我不想说第二遍。他颤抖着手捡起那个纸碗，在所有人注视下一口一口地吃了下去。丽姐看着跪地吃纸碗的陈阳，终于意识到自己招惹了一个何等恐怖的存在。她双腿一软，也跟着跪了下来。这位大人，我真的错了，求您饶我一命，我愿意归顺您，整个烈火基地都归您。我没有看他，只是静静地看着陈阳，直到他把整个纸碗连同包装纸全部吞了下去。做完这一切，他趴在地上剧烈地干呕着。我走上前，
荡身子在他耳边轻声说：“记住这种味道，这是背叛的味道。”说完，我站起身，不再看他一眼。历程接管这里。是。烈火基地的覆灭比我想象的还要简单，失去了首领的异能，又被我的手段吓破了胆，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反抗，就选择了投降。我将2个基地合并，蓝湾基地成为了本市东部最强大的幸存者势力，解决了陈阳这个心结。我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基地的发展和对异能的研究上。我能治愈丧尸病毒的消息一旦传出去，必将引起整个世界的震动，这既是希望，也可能带来灾难。在没有足够自保能力之前，我必须保守这个秘密。我成立了一个秘密的医疗实验室，由我父母负责管理，专门收治那些被感染的还有救的人。每一个被我治愈的人都对我感恩戴德，成为了我最忠诚的拥护者。我的势力在不知不觉中滚雪球般壮大，渐渐的，苏冉这个名字成为了一个传说。有人说我是救世的圣母，有人说我是灭世的魔女，但无论他们怎么说，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我苏冉已经站在了这个末世的顶点。末世第5年，蓝湾基地已经扩展成了一座拥有10万人口的巨型城市——希望之城。我们拥有完善的防御体系，自给自足的农业和恢复了秩序的社会。在这里，人们的脸上重新出现了笑容，而我作为这座城市的创造者和守护神，却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城市中心的最高塔上，俯瞰着这座由我一手建立的城市。我的异能也早已今非昔比，我已经不再需要接触就能刷新视线内的一切。我可以刷新一片贫瘠的土地，让它变得肥沃；我可以刷新一片被污染的水源，让它变得清澈。我的力量越来越接近真正的神。历城现在是希望之城的总司令，他站在我身后，汇报着最新的情况。西边的尸潮越来越近了，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大。首领是一只我们从未见过的、拥有智慧的 S 级变异丧尸。S 级丧尸是末世里最顶级的灾难，它拥有摧毁一座城市的力量。我知道，我平静地回答。我的目光穿透了遥远的距离，看到了那片由亿万丧尸组成的遮天蔽日的黑色浪潮，也看到了浪潮中心那个坐在骸骨王座上如同帝王般的 S 级丧尸。他似乎也感觉到了我的注视，抬起头，猩红的眼睛与我的目光在空中交汇，一股恐怖的精神威压跨越百里向我袭来。历城闷哼一声，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我只是轻轻一挥手，那股威压便烟消云散。准备好了吗？历城深吸一口气，立正站好，眼神坚定。希望之城是与您共存亡。我笑了笑，摇了摇头。不，我们不会亡。我转过身看着他，也看着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个人。这场末日是时候该结束了。我独自一人走出了希望之城。我站在城墙上，面对着那仿佛要吞噬天地的尸潮。城内10万民众通过巨大的屏幕注视着我，他们紧张，他们恐惧，但更多的是信任。4级丧尸的嘶吼声仿佛能撕裂人的灵魂。他指挥着尸潮发起了总攻，大地在震动，天空在哀鸣。我缓缓地举起了我的双手，像是要拥抱整个世界。所有人都以为我要发动什么毁天灭地的攻击，但他们猜错了。我的脸上没有杀意，只有一丝怜悯。我的异能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为了新生。我闭上眼睛，将我全部的力量毫无保留地释放了出去。刷新，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止了。一道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柔和而浩瀚的白光，以我为中心，向着整个世界扩散而去。光芒所过之处，疯狂的丧尸停下了脚步，光芒拂过大地，干裂的土地上重新长出了嫩绿的青草，灰暗的阴霾散去，露出了久违的湛蓝的晴空。那只坐在骸骨王座上的 S 级丧尸惊恐地看着自己的身体发生变化，他试图抵抗，却无法阻挡这股来自世界本源的法则之力。最终他也恢复了人类的模样，茫然地看着自己的双手。整个世界都被刷新了，所有被病毒感染的人都恢复了正常，所有被末日摧毁的环境都恢复了生机，仿佛那场持续了5年的噩梦只是一场幻觉。希望之城内一片死寂，所有人都通过屏幕呆呆地看着这神迹般的一幕，忘记了呼吸。不知过了多久，第一个人喜极而泣，紧接着是第2个、第3个，最终震天的欢呼声响彻了整个城市，响彻了整个焕然一新的世界。他们呼喊着我的名字。我站在城墙上，感受着和煦的微风，听着身后的欢呼。我回头看到了历城，看到了我的父母，看到了无数张喜悦的充满希望的脸。我笑了，我面前的泡面可以无限刷新，我脚下的这个世界也是。